像两个星球，相隔一大片宇宙，向左走，向右走，在各自轨道漫游。时间随沙漏流走，到哪里才算尽头？到最后放开手，才能把彼此挽救。不后悔曾经100%的奢求，却怀念当初没有你的时候。明明我们可以爱很久，可没聊到最后，却又爱成了一道伤口。明明可以爱很久，说好的不放手，却又对结局有所保留。这喝着酒还敢开车？喝酒了，开车了。哼，行，别跟我说这话，咱跟交警聊聊，看交警让不让你喝酒开车啊？有事说事，找警察叔叔干嘛？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以后少纠缠她。说半天，你谁呀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是叶辉，这是我叶辉的女朋友。哎，你是那个上古的叶辉，上古的叶辉。佳佳，这就是你男朋友啊？哎呦，误会了，误会了，绝对是误会了啊！哦，好眼光，好朋友，不是哥们儿，误会。你这么着，哪天咱们一块儿聊一会儿，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啊！行，回头聊。哎，谢总，你不能开车。还敢开车是吧？我教练，你们先走，马上就到。笑你还笑？你是没有看到我们老板最后那个表情。代驾，就代驾。来，喝这。笑死我了！啊，什么人呢？这都是。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他那个样子。我都不知道明天上班之后见到他，我该怎么面对他了。文静，你明天还要去他那儿上班啊？哎，这种人渣你还要在他手底下工作啊？要你管啊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什么叫要不要我管？哎，你现在可是我女朋友啊！谁是你女朋友？你刚刚都承认了呀！你当着谢总的面，你不使劲点头呢吗？那小头点的可实在了啊！赖皮狗，我要走了。哎，说谁赖皮狗呢？我说姓叶的，姓叶的都是赖皮狗。嘿，你这么说，那你这杀伤面可就大了啊！你这是把我全家都给得罪了。我又不怕。哎，你不怕是吧？这个怕不怕？这个怕不怕？这个怕不怕？你干嘛呀，叶辉？你说咱俩都是男女朋友关系了，这拥抱一下有什么的呀？谁跟你是男女朋友？你现在跟谢总没什么区别。我跟谢总的区别可大了，这会儿谢总会像我一样英雄救美来救你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上车！好，快上车！你碰到我胳膊那个筋儿了。哎呦，快哪儿？我看那么讨厌。对不起，哎，不是，我怕痒。没问题，这个您放心，
再见。谢总，谢谢您对我的照顾，在您这儿兼职我学到了很多，不过我还是打算只干到今天。你在我这儿连1个月都没干够，是不是你那个圣谷集团家的大公子让你辞的？没有，是因为我想要回学校准备我的毕业论文。这个好办呀，我给你1个月假，你回去准备就好了嘛。谢谢您对我的照顾，毕业之后我打算出国。你们现在这个大学生，读的都是死书，你出国转那么一大圈回来，然后再从基层干，回头熬上来都成黄脸婆了。你在我这儿，什么资源我都支持你，多好。对不起，谢总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路呢都是自己选的，也不拦你。不过呢，公司的规定还是规定，你在我这儿才待了不到1个月，章我给你盖不了，啊，再等几天啊。英姐，我再干1个星期就回学校准备我的毕业论文了。我已经跟谢总说过了，您看我放在公司的1万本金，这2天能不能给我提出来？你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本金提出来啊？不是说好3天就能赎回吗？那是普通的鲤鱼宝，你买的是鲤鱼王宝，是属于公司内部员工特有的品种，你呀必须在职1年才能取出来。这跟当时说的不一样啊，而且那些都是网上的协议啊。你看啊，这合同上可都写好了，鲤鱼王宝属于公司员工内部福利产品，收益与规则以银保公司政策为准。你从来没有给我看过公司章程啊！你可不能这样讲啊！我没有给你看，你也没有问我呀。40%收益没错吧？再说了，你也没有问我这个普通产品和内部产品有什么区别。行了行了，你现在不还在公司吗？等你离职的时候，我们再聊这事啊。你现在还是公司的实习生，就好好站好最后一班岗吧啊！对了，你帮我把这碎了吧啊，谢谢啊。还不错。我答应过花花，不跟教授私下联系，怎么办？教授，见面，现在吗？坐下。终于肯见我了。你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，什么事儿？你在银保公司实习。你都已经在大学念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学了，为什么还要选这么一个不着调的公司？你知道吗？花花那个大傻子差点就买了你们公司大额理财产品，还好被我拒绝了。花花幸好有你这么一个聪明的理财专家为他保驾护航，我差点害了他。你害不了他。我就是想提醒你，毕竟你在这个公司实习，如果公司的信誉出了问题，对你来说没有好处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也是因为这个事情。你给我打过电话吗？哦，我想给你看一下这个。我知道我不应该把它带出公司，这是公司近1个月的客户银行流水，
领导让我把它碎掉，但是我怀疑银宝最近确实有些问题，所以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可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是有问题。咨询费、考察费、风险评估费，这3项占了太多的金额。相反，真正的投资理财比例却很少。典型的空手套白狼。你的观察力有进步。那既然知道了，就赶紧撤出来吧。我还有钱在里边。多少？1万。1万就算了吧。先撤出来。但之前很多客户都是我拉进来的。起初我不知道银宝是一家骗子公司，虽然我的1万块钱不是什么大的数额，但是现在我知道了，如果我一个人撤出来，我觉得对不起他们。我想为客户做一些什么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需要你帮我。插销和花花怎么还没到？他们跟我说堵在路上了，可能赶不上了。天哪，怎么办啊？不等他们了，我陪你进去吧。不行不行，你根本进不去的，前面全都是保安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进去，想办法把他引出来，你在这等我。行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你先去，我在这儿等你，注意安全。你这个房可买的值啊！哎呀，天天在涨，真不容易跟你约个酒。今天能见到你太不容易了。怎么会呀？等你好久了。平时，哎呦，都是朋友。现在我们的几个项目都不错。你们这个钱放在我这儿，你们还不放心啊？哎，钱都放这儿，全靠你了。你今天2分钟，马上还没喝好。2分钟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这么多人。谢总，陈总，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，咱们能到外面说吗？外面？这么多客户，你让我到外边？不是，我有些话想在私下跟您说。那你就说吧，是不是张英跟我提的？你想把你那1万块钱要回去？哎呀，这孩子怎么不明白呢？公司有没有规定？规定就是规定，我不能为你坏了规矩啊。可是规定也不是这样的。哎呦，这么着，我个人补偿你点，行不行？这不是，拿着，谁出门带1万块钱现金呀？这个，平时听梅姐说过没有？我还收当小玩意儿，小古董。是这样的，别我乾隆大，10万8万别人都不得看。这个给你，咱俩这账就算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谢总，我不能要您的东西。你怎么就那么不明白呀？那天说了让你把那车开走，还今儿有这事儿。我告诉你，钱我现在没有，都不在这儿了。有也是他，没有也是他，今儿就这个，拿着。行，去吧。哎，老李。哎，谢总。谢总，来。老东西拿个赝品骗你，把你当傻子玩呢。别去了，我觉得这事儿咱们还是从长计议。但这事儿没完。就这玩意儿，它能值60万？千真万确。谢总，您看这么贵重的鼻烟壶，你怎么那么轻易的就送给我了？我真的不敢收。不过幸好我有朋友在拍卖行工作，拿去做了个鉴定。您放心，这个鉴定说肯定假不了。我朋友的拍卖行是林文武先生的拍卖行。
谢总您好，我是记者乔海峰。哎，来，你们别拍，别拍，别拍，别拍！谢总，来，谢总你说一下吧，吧，你挡什么呀，谢总？花花，你看新闻了吗？谢总被抓了。真的？嗯，你说有多快？我的1万本金都已经到账了。那太好了。虽然呢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这个梅姐，你以后不可以再理她了。你把人家当亲生姐姐，人把你当什么了？你答应我，你以后不许理她了。嗯，保证。我答应你。你保证？保证。怎么今儿有空过来啊？梅姐没看新闻吗？银宝的谢总被抓了。是吗？其实我跟他也不是很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没打听清楚就介绍你过去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啊，不过正好今天晚上我还有一个局，这来的可都是各行各业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，我再帮你一次。这些都是这些年你给我买的包和鞋子，它们都很漂亮，也把我包装得很漂亮。但是今天是时候该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你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扮成一个芭比娃娃。我说刘文静，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做人可要讲良心啊！你可别忘了，当初你来上海的时候，是谁收留了你啊？又是谁教你打扮，教你融入上海，又介绍资源给你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从你身上捞到半点好处。是，我感激你。如果说认识苏小毛算是一种巧合的话，那应该算是一场温暖的巧合吧。因为无论是我还是苏小毛，都没有想过用自己的真心去愚弄别人的感情。还有谢总，我不是你第一个介绍给他的实习生，对吧？所以你为我做的一切，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？我不想再猜测了，只是我现在很清楚，我跟你不是一路人。说完了吗？你少跟我在这长篇大论的。怎么，现在觉得自己高尚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刘文静，你是我一手教出来的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变得跟我一模一样。哦，对了，我可以再教你一句：今天你学不会保护自己，早晚有一天，你遇到困难不要来求我。我想我刘文静永远都变不成和你一样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从我妈妈生病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别人的肩膀是靠不住的，只能靠我自己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曾经对我的关心和照顾。再见了。慢走不送。我们的对赌协议恐怕是完成不了了。刘总，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我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一直以来，我都看到你为公司所倾注的心血。你放心，董事会肯定会留用你的。我举荐你做执行总裁。
这个我觉得可以，我相信包家来的目标客户会有兴趣。这次的主人公形象就是照着徐总您设计的。对，我们想了想，您就是包家来的最佳代言人，美丽、独立、自信、强大。对呀，徐总，没有人比您更适合这个角色。对，这个您不来演，谁来演呀？是啊。行了，既然会议通过，你们快去忙吧。徐总，您在为什么事儿发愁？我有什么能为您做的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最近太累了。你去忙吧。师兄，我刚刚拜读了一下你明天要发的关于针对明星助理问题的稿，也太露骨了吧！你小心被举报。我看你啊，是跟段主任越混越胆小了。我这是担心你好吗？总编的如意算盘全打错了。哎，你这自从进了娱乐组一点没收敛啊，直接把娱乐版变成社会新闻版了。那是当然了，谁跟谁谈恋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是喜欢深度调查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一会儿约人了，我走了啊。哟，谈恋爱的节奏啊？想什么呢？是采访对象。不过要是有可以发展的呢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把握一下，绝对不重蹈师兄的覆辙。小丫头片子，师兄那儿早就翻篇了，好吧？哎，王家卫说的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”，你以前可不这样啊，现在就放弃了？我不想再有回响了，我只想静一静。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大的题目？因为互联网金融是这几年金融创新的一大热点，所以对于风险的研究，我们可以提前开始。详述一下风险因素。我选取了2008年至2014年5月以来109个 P2P 借贷平台问题进行实证。P2P 融资平台的网络运营创办时间越长，时间越久的，就代表它的借贷平台风险越低。不要光扯理论，我们要落实到实际上。如果市场退出，要如何实施呢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政策。英国金融监管局提出过生前遗嘱这个策略，金融集团可以提前制定好如何管理未到期的借贷，向出借人分配偿还资金，追踪延迟支付、违约支付的各种流程和计划。这样一来，即使平台倒闭了，依然可以得到解决。怎么办啊？刘文静，刘文静，恭喜啊！答辩成功，恭喜你！答辩还没成功呢，先别忙着恭喜。肯定能成功的，我相信你，你最棒，你没问题。哎呀，叶辉，你能不能别闹啊？我没闹。教授，我答辩怎么样？过了吗？我是不是紧张了？哎呀，完了，我搞砸了。啊！恭喜你，你看看，我说绝对没问题吧？天明，我正好有要紧的事想找你商量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杜主任，刚好我也有话要对你说。啊，那你先说。我想辞职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学校的环境对我来说太安逸了。我父亲临终前也对我有所期许，我必须得跳出这样的一个舒适圈，多给自己一些压力，可能会对我好一点。你是个做学术的料，以你的能力，不仅在学术方面会有很优秀的表现，即使是进入社会，也会大放异彩。
不过你离开学校对于我们来说一定是个损失，不过对于你个人来讲，一定会有更好的前途。谢谢你，杜主任，谢谢。加油。田总，好久不见，坐坐坐。喝点什么？跟您一样，咖啡吧。OK。最近怎么样啊？还行吧。我听说你最近闲下来了。田总，您的消息真是灵通。我刚从学校里边离职，最近想休息一下。田明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今天请你来的意思吧？抛去你前一段时间在学校的那段工作经历不谈，我认为我的老对手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，那就是放掉了你。其实于我而言，这倒是最好的机会。我希望你能来帮我。田总，你也知道，我刚刚结束了一个阶段的工作，其实我还没有想过要这么快就进入下一个阶段。你别用着急答复我，你先听听我的意见。第一，你不用过来天天上班。第二，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智囊，我的杀手锏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给予我最正确的判断和意见。这样的话，你有你的自由，你的空间，而我有我的收益，我们两全其美。田总，其实您现在的这个分析团队，我在之前就已经研究过了。我认为他们在风险把控方面还是过于保守。如果您真的想让我过去的话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对您现在的这个团队进行重新整合？您接受吗？田明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做过功课。说实话，现在这个团队于我而言，是我这半年来最大的心结。没有问题，放手去做吧。这是你的年薪，提成分级核算。田总，如果我说在这个基础上，我想要再多要25%，您还希望我过去吗？就等你这句话。微微说那个包是假的，他说他那个包值20万，我这一辈子也赚不来20万。你先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就好。这个包的事情我已经受过委屈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再受一次？喂，哎，我下礼拜结婚，你没忘吧？我看你也没有回复电子请柬，你是来是不来啊？我来，我肯定来。你该不会是……对了，我可不是一个人来。有你这句话就行。我今天呢，先点下宾客人数，下礼拜见。下礼拜见。嗯。哎呦，我不去了吧？为什么不去啊？你不是最喜欢那种科幻小说了吗？多么难得的体验，说不定就可以感受那种遨游在太空里的感觉。怎么可能有你说的那种感觉啊？现在 VR 还不成熟，去了也白去，劝你也别去。这是我大学同学搞的活动呀，说起来还是你同校校友呢。
我一个人去多没有意思，你就陪我去嘛，陪我一趟好吗？你可找插销去。插销哪懂这些呀？什么太空呀、宇宙呀，他肯定完全不懂。你如果跟我一起去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跟我说说哪个是行星，哪个是恒星。再说了，我和插销现在这样吧，我跟他单独出去我也挺别扭。你也知道别扭啊，那我就不别扭了吗？行，我去。真的啊？我去。但我就答应你这一回啊，可别再给我出什么幺蛾子了。我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次麻烦你。怎么样？刚这展览有什么感受？我能有什么感受？我又不懂艺术。但我觉得这些艺术品应该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不同的想法吧。我也不懂。我还跟你保证，里面这些看画的人，不一定有多少真懂的。凭什么这么说？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。之前有一回我也参加一个展览，就看有个展台上啊，只放着一个特别普通的墨镜，那些看展的人呐，就一个个拿着手机疯狂的在拍照，剩下那些艺术家、评论家一个劲儿的说啊。这是当代艺术品的写照，要么这是现代行为艺术的最佳捷径，就反正各种各样的评头论足都是跟艺术沾边的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过去告诉他们，那副墨镜就是我自己摆上去的，那就是我自己的墨镜。你也太调皮了吧！那所以你想想这些人，他们是真懂还是假懂的？哎，也别说我了，你怎么样啊？毕业之后准备干什么呀？其实我还没有想好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还不错的公司，能去上班多学习一些。因为之前我卖红酒的时候啊，我得出了一个道理：红酒并不是最好做的生意。如果以后想靠做生意赚钱的话，我可以选择跟女性有关的，还有跟孩子有关的。女性跟孩子？就好像说，你跟一个女生说你买瓶酒吧，她不一定感兴趣，而且她有50%的可能性会拒绝你。但是如果你跟她说，美女，我这里有一款眼霜，只要你涂在眼睛上，第2天你的皱纹全都消失了，你猜怎么着？她马上能给你打钱。还有啊，现在朋友圈里都是跟婴儿有关的，很多妈妈都喜欢晒司机宝宝的照片。只要你跟大家说，我们有一款奶粉，小孩子喝了会长高，我的意思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情，所有的妈妈每天都会围着你转，你就会赚很多很多的钱。所以以后呢，我还想扩大我的网店，不光卖红酒，还可以做一些跟女性、跟孩子有关的，那包括的东西就多了，什么奶嘴啊、奶粉啊、零食啊，还有被子啊、褥子啊。你又哼什么？不是，我其实刚刚我都没怎么在听你说，我都只是在看你就是我每次说什么的时候，你除了笑就全都是一脸歧视。我现在看你完全跟我见你的第一印象不一样了。有什么变化？你现在是一个妇女跟儿童的杀手。杀手？我才不是杀手呢。你继续讲，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这种感觉。我不跟你说了。教授，这里好美啊！
花花，花花，你说实话吧。你看出来了，这是我同学婚礼。那你为什么要那么胡说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初恋。女孩一个人来参加情人的婚礼是很丢人的。所以你就骗我？就一次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，你就帮我一次吧。我还是走吧。哎，花花，好久不见。这位是你男朋友吧？是。真带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诓我呢。啊，今天真是惊喜重重啊！真没想到你和插销各带了一个伴儿。插销儿来了吗？对啊，在那儿呢。你看，插销儿来了，吃个饭嘛，赶紧的。你把小木带来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但是我记得你和林科之前关系不好呀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啊，那个林科师兄事先邀请的我非拉着他来的。教授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帮朋友都很争气啊？你看，刘文静跟叶辉发展很顺利，现在插销也有望脱单了。这不正好呢吗？你把教授也带了。我先走了。教授，教授，邢天明，不是你干嘛呢？来都来了，为什么不配合到底啊？摆个臭脸给谁看啊？我是被花花骗来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这种情况，我也不知道我过来是给他当挡箭牌使的。说什么呢你？这是花花，就算你不爱他，这么多年友情啊，你就把他丢在那儿不管不顾，在同学面前脸面丢尽。花花喜欢你的感觉我太清楚，一次次期待，一次次失望。我真的不想让他再经历我经历过的难受。我知道，我不能勉强你去接受他，去喜欢他，但是你能不能作为朋友帮他一次？现在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枚象征幸福的手捧花究竟会被谁抢到呢？来，现场所有的单身未婚的年轻男女们，赶快来迎接你们的幸福吧！走上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倒数，3、2、1。恭喜这位帅哥夺得了手捧花。那接下来呢，请我们这位先生来到舞台上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获得的幸福，好不好？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您结婚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那么今天呢，既然您抢到了手捧花，我们就给他一个大大的福利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先请所有的先生们回座休息，请全场所有的单身女性朋友们起立。接下来呢，就请您将您手中的这一枚象征幸福的手捧花，送给任意一位单身的女性朋友，象征着传递幸福。清澈的眼神，我听见午夜深刻的歌声，我忘不掉你停驻
数的黄昏，我触摸到你身后的余温。你说爱情就像满载故事盛开的花，我翻越山海送给你呀，你就在等一等我好吗？我仍放肆前往无奈这个世界总有点大。我路过深夜寻找你呀，你就别再离开我好吗？有些话你说爱情就像满载故事盛开的花，我翻越山海送给你呀，你就再等一等我